光速能够被改变吗？首先我们要知道改变光速到底有多困难。第一，狭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光速不变原之上。假设火车以 0.5c 的速度运行，而光速依旧是 c。第二，改变光的能量只能改变光的频率和波长，而光速依旧是 c。第三，光子被定义为零质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光子的传播速度永远是 c， 其他有质量的粒子的传播速度不可能达到 c。想要承认光子慢下来，就必须承认光子经过介质通过某种机制获得了质量，这是否合理？这三种现象都表明了光速是非常难或者不可能被改变的。区区一杯水真的能改变光的速度吗？光看起来变慢还是真的变慢了？多数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光在不同的介质有着不同的传播速度，介质折射率越大，光速越小。但是光真的会慢下来了吗？如果光真的会慢下来了，那么光是如何慢下来的呢？虽然已经流传各种说法来解释这现象，但大多数的说法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期视频将会分析那些不合理的说法。什么说法才是正确的？真的有绝对正确的说法吗？早在1851年，菲索就已经用干涉仪证明了光经过介质会变慢。但慢这个字其实有三个意思：速度变小、距离增加和时间增加。第一种说法，速度变小，人走在水中会变慢这个例子最经常用来解释光在水中变慢这现象，是水的阻力导致了能量损耗，光的动能变小，速度也跟着变小，听起来很合理。但是这说法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光会受到阻力吗？我们暂时先不论阻力这概念是否适用于光，如果光真的会受到阻力，那么光应该在同一个介质中会越来越慢，直到光速是0。第二个问题，就算光受到了某些特别的阻力，那么为什么光离开时会继续以光速 c 传播？光是如何重新获得损耗的能量？第三个问题，就算光能重新获得能量，那为什么光的能量变化会改变光速，而不是改变频率和波长呢？举个例子，在康普顿散射里，搭在电子身上的光子损耗了一些能量，但是这现象也不能改变光速，改变的是依旧是光子的波长和频率。很显然，这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可能这里还是有人想反驳，介质密度越大，折射率越大，光速越小，这不就是支持这说法的证据吗？确实，介质密度越大，折射率就越大，但这只是对于同一个介质而言。如果你去尝试对比两个不同的介质，你就能发现的问题所在了。此外，想要称同个介质密度越大，阻力越大，光速越小，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前提是要把阻力给定义好。这阻力到底是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阻力？光速变小的机制一定要解释清楚。或许密度对折射率有一定的影响，但它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我们一般上所理解的阻力导致的。第二种说法，距离增加，光在介质里的原子之间进行散射，并导致实际路线变长，所以看起来光速变小了，但是光速依旧是 c。这说法看似合理，但是这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光散射的方向非常多，这就会导致光折射后应该是散开的，而不是聚集的，这和实际观测不符。第二个问题，每个光的传播路径不一样长，这就会导致光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说法也是错误的。不过，光散射这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比如你在空气中看不见激光，却在水中看见激光，那是因为部分激光会在水中发生散射，所以部分激光才能到达你的眼睛。但是散射这现象不能用于解释为什么光经过介质会变慢。第三种说法，时间增加，光子被原子吸收和发射，由于这过程并不是瞬时的，而是有一定的延迟，所以看起来光速变小了，但是光速依旧是 c。这说法看似合理，电子也确实可以待在激发态一小段时间，但是这说法依旧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量子跃迁是个随机过程，是个概率事件，没有人能够保证重新发射的光子会是同个方向或者延迟时间是一样的，这是量子力学规律的根本特性。同样的初始实验条件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第二个问题，虽然在色散现象中已经证明了光的频率对折射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根据波尔原子模型，原子只能吸收特定波长的光，也就是光的波长对折射率的影响应该是巨变的。举个例子，如果某种介质只能吸收蓝光，理论上只有蓝光会慢下来，折射率大于1，其余的光不受影响，折射率约等于1，所以这说法也是不合理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根据色散现象，电磁波频率越高，折射率就越高，传播速度就越慢。这现象非常令人不理解，凭什么高能量的电磁波经过介质会比其他低能量的电磁波更慢？这里先卖个关子，等下就会聊这其中的机制。既然以上三种说法都是错误的，那么什么说法才是正确呢？有什么物理模型能够解释这现象呢？我们都知道，根据麦克斯韦电磁波理论，震荡中的带电粒子能够产生电磁波，
而振荡频率和电磁波频率一定是相同的。当我们说电磁波的频率是100赫兹时，我们其实是同时在指电场和电荷振荡频率是100赫兹。既然振荡带电粒子能够产生电磁波，那么反过来说，电磁波能够导致带电粒子发生震荡吗？能。为什么呢？如果要使带电粒子发生震荡，就一定要给它加上变化的电场。我们都知道电磁波有变化电场，那么理论上，电磁波也会让带电粒子发生震荡。口说无凭，有证据支持这现象吗？当然有。现在通讯所用的天线就是根据这原理，发射天线利用交流电产生电磁波，反过来，接收天线则是接收电磁波产生交流电，并把交流电转化为可读的信息。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电磁波能使电子发生震荡，那么震荡电子能够再产生电磁波吗？能。这也是为什么接收和发射天线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是为了尽量减少接收天线再次辐射电磁波。回到正题，光是电磁波，那么光就能使介质中的原子的电子发生震荡，震荡电子又再次辐射相同频率的光，从而进入一个循环。所以我们能得到2种或2个级别的光，第一级是光源本身发出的光，第二级则是电子发出的光。相对于第一级的光，第二级的光会有一个小延迟，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光根据波的叠加原理加起来，我们依旧能够得到延迟了的光。可能你会认为这不是在胡扯吗？第二级的光怎么会有延迟？假设第一级的光的频率是100赫兹，那么电子的震荡也会是100赫兹，再辐射第二级的光也会是100赫兹，怎么可能会有延迟？没错，频率确实是相同的。比如我不停地晃动一颗小球，如果我的手晃动的频率是100赫兹，那么小球晃动的频率也肯定是100赫兹。如果我的手对应的是第一级的光的震荡电场，而小球对应的是震荡电子，那么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光的频率是一样的，这是毫无争议的。问题是在刚刚我所提到的延迟这概念，第二级的光具有延迟吗？是电子的反应的有点慢吗？比如电子感受到了电场后不会立即做出反应，而是等了一个1微秒后才开始震荡，还是电子辐射电磁波慢了？比如电子虽然感受到了电场会立刻做出反应，可是它震荡后的1微秒才开始辐射电磁波，到底什么说法才是正确的？这就不由得提到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美丽和简单的物理概念，那就是简谐运动。从这里开始，影片或许会开始变得一点硬核了，不过我相信大家能看懂的。我会分为3个部分来解释。第一部分我会解释什么是简谐运动、阻尼震荡和受迫震荡。第二部分我会证明电子与原子核是个受迫震荡系统。第三部分我将会用较严格的数学证明第一级与第二级的光有一个相位差，也就意味着第二级光会有一个延迟。如果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本期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了。谐振子有很多种类，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但是它们都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回复力。为什么弹簧会是弹簧？把力施加在一块铁、一团粘土或一个弹簧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挤压弹簧会感受到排斥力，把弹簧拉长会感受到吸引力。其实根据牛顿第3运动定律，挤压一块铁依旧会反方向的力，但是弹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储存宏观能量，用5焦耳的能量去挤压一块铁。你看不见你施加的能量去了哪里，但你把5焦耳的能量施加在弹簧上，你肯定能看见你施加的能量去了哪里。回到正题，来自弹簧的排斥力和吸引力就是回复力，这回复力永远都是反方向的，而这回复力可以用胡可定律来表示，离平衡点越远，这回复力就越大，也就是回复力与位置成正比。以牛顿第2定律的形式写出来，我们就能够得到简谐运动。可是所有简谐运动都会经历能量损耗，速度越快，系统经历的阻力就越大，所以阻力是与速度成正比的。以牛顿第2定律的形式写出来，我们就能够得到阻尼震荡。我们也可以向阻尼震荡系统提供持续的外力，再以牛顿第2定律的形式写出来，我们就能够得到受迫震荡系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第2个部分了，那就是电子和原子核之间是否能成为受迫震荡系统。在此之前，先来看看我写的一个小程序。如果蓝色正电荷在固定的红色负电荷之间，那么蓝色正电荷就是静止的，这也就是它的平衡点。如果我让它远离平衡点，它就会像弹簧一样发生震荡。库仑力就是这系统的回复力。原子核和电子云也是一样的道理，原子核在电子云的中心点就是最平衡的状态。当我们施加一个向上的电场时，原子核向上而电子云向下，库仑力就会充当吸引的回复力，让原子核回到平衡点。不过原子核比电子云重太多了，原子核的运动我们可以不用考虑，我们只需要考虑电子云的震荡就行了。就像一个弹簧贴在不动的墙上一样，也可以想象电子和原子核之间有弹簧。此外，在1920年被检测到的朗缪尔波已经直接证明了电子能够向弹簧发生震荡并产生电磁波。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小结论，由于电子和原子核之间具有回复力，
所以它们之间能够形成简谐运动。接下来就是要证明电子和原子核是个阻尼振荡系统。电子会受到某种阻力吗？这其实非常简单，振荡的电子能够辐射电磁波，这就意味着谐振子经历了能量损耗，这种阻力也被称之为辐射阻尼。毫无疑问，电子和原子核是个阻尼振荡系统。最后就是要证明电子和原子核是个受迫振荡系统，这就更简单了。第一级的光所提供的振荡电场就是用来让电子发生振荡的电场力，所以介质里的电子和原子核属于受迫振荡系统。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点，如果你发现到一个单摆无论在什么位置在1秒内能够摆动3回，这个3赫兹就是单摆的自然频率。单摆的自然频率取决于单摆的长度和重力加速度，谐振运动的自然频率也取决于物体的质量和弹簧的刚性。我们也可以猜测电子的自然频率也会与电子质量有关。如果你知道某个单摆的自然频率是3赫兹，你再以3赫兹的频率晃动同一种单摆，它们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当然有，这个就是驱动频率。驱动频率可以任意数值，但自然频率不行，所以驱动频率会是电磁波的频率。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最后的部分了，也就是用严格数学证明第二级的光相对于第一级的光会有一个相位延迟。我们应该如何证明呢？我们只需要对比驱动力和电子的位置就行了。如果没有相位延迟，那么理论上，当驱动力或电场力最大时，电子离平衡点的位置一定是最大的。这其实非常好理解，比如一位大力士用了200牛顿的力把一个弹簧拉力器拉长了10厘米，如果他把这弹簧拉力器交给只有100牛顿的力的你，这弹簧拉力器的增长肯定从10厘米缩减成5厘米。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简谐运动这一概念对原子模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回复力这一概念，那么你把一个均强电场施加在介质里，就会让原子的电子变成自由电子。电场的强度再小，只要足够长时间也能做到。回到正题，我们都知道电场和电子是反方向的，那么驱动力和电子肯定是反方向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电子辐射的电场也是反方向的，所以第一级和第二级光的电场方向是相同的。如果没有相位延迟，当驱动力最大时，电子位置肯定是最大的。反之，如果有相位延迟，当驱动力最大时，电子位置不是最大的，而是等了一小段时间后，电子的位置才变得最大。想要从牛顿第二定律知道电子位置是什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微分方程给解了。解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瞎蒙、指数响应公式、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和卷积等等。不过我只选择其中一种，也就是用 URF 来解这个方程。在我们解微分方程之前，我们大概可以猜电子位置的解应该会像电磁波的电场一样，同频率同波形。可是多了一个相位差，这里还需要补充2个点。第一点，一般波动方程是有2个变量的，也就是纵向位置 z 和时间 t。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同个时间不同位置、同个位置不同时间，甚至是不同位置不同时间来测量波的强度，所以我们就需要到2个变量。由于我们只观察同一个电子而已，所以位置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我们只需要知道电子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就行了，因此我们就能把2个变量简化为一个变量。第二点，电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我都会把它们设为0，也就是说电子已经处在了一个平衡状态，而电磁波再给电子施加一个振荡电场。这其实是解微分方程时常用的一个小技巧。如果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微分方程了。首先我们写出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公式，这里的力我们可以写成受迫振荡里的那3种力。接下来就是把这3种力以公式的形式写出来，然后再重新排列。这里的加速度和速度可以写成这样比较直观的形式，把整个微分方程除以质量 m， 再给它们配上新的系数，就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微分方程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整个微分方程变成复数的形式，解了复数形式的微分方程后，再取实数部分就行了。我们可以用欧拉公式把它变成复数微分方程，再做一些简化。这里就需要注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分为实数和虚数部分，这部分可以再用欧拉公式变回实数加虚数的形式。接下来就是相乘，我们只取实数部分而已，这里可以再简化成这样的形式，可以用简单的三角函数正的，而振幅和相位差必须满足这2个公式，所以我们就能够这样完整的公式，这些系数是可以被算出来的。此外，介质的折射率也可以从这里开始推导，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与电荷、电子质量、电磁波频率、自然频率等等有关系的公式，而不是高中物理所学的实验公式。当然了，这些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到了电子位置和驱动力有一个相位延迟，而这相位延迟导致了光经过介质会看起来变慢，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由于电子跟不上来自第一级光的驱动力，所以导致了电子辐射的第二级光相较于第一级光迟了一些。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光发生叠加并产生小于90度的相位延迟，
由于介质里的原子数量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它们造成的相位延迟是非常可观的。不仅仅是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光能够叠加，其他的光也能与这些光再度经过叠加，再产生小于90度的相位延迟，所以光经过介质会受到总共小于180度的相位延迟。如果还是很难理解，我会给出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你高中物理所学的双缝干涉就是光能够制造黑暗，难道能量不守恒吗？并不是，能量只是被重新分配而已。同样的，在真空里，你预测你会在1秒后检测到波峰，那么我在中间加上玻璃，你会在 1.5 秒后才检测到波峰，这是因为光在介质里发生了干涉，一开始的波峰已经被其他光的波谷给抵消了。由于你不能如期的在1秒后等到波峰的到来，所以你自然就会认为光变慢了。其实光的能量只是在介质里被重新分配而已。当然了，干涉是波的叠加最极端的案例，比较正确的说法还是需要用到本期视频所提及的受迫震荡原子模型，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光经过介质时把一部分能量分给电子，就是要让它发生震荡并产生一模一样的电磁波。可是电子就是不争气，反应的比较慢，跟不上光的驱动力，导致了电子产生的电磁波比光慢了半拍。即便光和电子产生的电磁波都是以光速 c 传播，依旧改变不了光经过波的叠加后在介质中看起来变慢这个事实。不仅如此，电子辐射电磁波时是全方向的，这就会与其他的电磁波产生叠加，并再进一步拖累光的传播，让光速看起来变小，但实际上是像速度变小。还记得色散现象吧？为什么高能量的电磁波经过介质会比低能量的电磁波更慢？这是因为高能量电磁波的电场振荡频率太高了，电子跟不上电场振荡的频率，导致了电子发出的电磁波有了更大的延迟，光波叠加后就是看起来变慢了。这也是为什么介质的折射率和电磁波频率有关。事实上，有非常多种对这模型的不同诠释方式，不过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量子力学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至于本期视频花了大量时间来解释的受迫震荡原子模型是否绝对正确，我必须承认这模型并不是绝对正确。虽然这模型确实可以准确地算出非常多介质的折射率，不过这模型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回复力理应是随着距离而增大的，可是库仑力是随着距离而减小，胡克定律不再适用，这就已经进入了非线性光学的领域了。不仅如此，到了某种尺度，量子效应就开始起到了主导作用，这模型就不能精准地预测某些介质的折射率了。不过，至少比起前面3种说法，这模型显然比较靠谱，也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这就好比我们有了广义相对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重要性。当然了，本期视频仅仅是需要回答狭义相对论是否被推翻而已。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至少在光在介质中变慢这个现象并不能推翻狭义相对论。或许经过介质的光束会看起来变得更慢，但是光子的传播速度永远都是 c， 光子不可能以 c 以外的速度传播。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这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我们下期见。